嗨，你好，我是智辉，好久不见，好久没有这样很轻松的跟大家聊天了啊。我们的频道呢，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用这种比较随意的方式跟大家聊聊赚钱。毕竟我们的频道是教大家赚钱的啊，所以呢，最近呢又有一点想法，又有一点心得，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不管你是一个网赚新手啊，还是刚刚上路的，或者是已经做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啊，只要你还没有赚到大钱，今天视频我相信对你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本期呢可能会比较长，我要讲的比较细一点啊。很多人现在还在犯迷糊，说不知道在网上到底应该怎么赚钱。那本期视频一定要好好看，详细看，里边有很多重点，有很多你花钱都买不到的一些经验啊。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频道呢是从2019年的12月10号上传的第一支视频。哎呀，那个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啊，那时候我是在下班路上啊，下班的门口等人的时候，在车上，然后就拿个手机啊，听人家说这地方可以赚钱，我们来拍个视频试一下啊，就拿个手机就放这里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自动点赞、自动刷抖音极速版啊，什么今日头条极速版的一个视频，那个代码分享给底下的一个相关的一些人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做网站的嘛，之前会做网站，所以懂一点代码啊。我在学校的时候有学过 VB， 就是 VBasic， 就是编程啊，所以那点小的一些逻辑啊，我是可以写出来的啊。那个视频拍出来之后呢，看的人还蛮多啊，有将近40多个人看，哇！那你知道你在一个频道传第一个视频有40几个人看是多么厉害呀？现在想起来都很厉害的啊。那后来觉得还可以，然后就慢慢传，一直到现在啊，我们的频道已经有360多期的视频啊，360多期，现在呢已经慢慢成了规模了，一直到今天2021年的11月6号星期六，我们的订阅人数已经有44973人啊，这个数字记下来啊，说不定过个1年多之后，我们再翻过来看，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啊。给大家讲过，就是我之前在做这个 YouTuber 之前啊，就是没想过要做一个 YouTuber， 只是说听说这里可以赚钱，然后就来试一下。在那个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啊，就是一直从毕业几乎到2018年、19年10几年时间，我跟大部分人都是一样的啊，就是个屌丝啊，就是在上班就是混吃等死啊，基本上没有过一些所谓的就是被动收益啊，或者赚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概念。想法是有啊，想赚钱的，谁不想赚钱呢？但就是不知道怎么赚钱啊。那个时候在公司里边啊，在工厂里边上班，基本上一年来说想赚点钱的话，基本上就是多加下班啊，跟老板关系搞好一点，每年加工资的时候多加一点，对吧？或者就是年终奖看是不是能不能让老板多发一点啊。很长一段时间，我讲一个事，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共鸣啊。我们那时候在深圳上班，就是每年回一次家嘛。那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基本上身上带的钱就是最后一个工资加上一个年终奖，加起来可能多的时候有1万多块钱啊，不多的时候可能都不到1万块钱。哎呀，那时候回到家里是要打肿脸充胖子啊！那家里人，哇，我的儿子在深圳上班呢啊，我的孩子在深圳上班呢，那世界500强的公司上班呢，哇，风风光光的，回家见自己7大姑8大姨啊，都是要给红包的，那小孩也是要给红包的啊。反正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有一年从家里来之后啊，就是从家里过完年回到深圳上班，然后下了火车之后坐了个摩的到公司门口啊，那个时候身上就只剩下50块钱了，就是回趟家，就是那时候没有说赚钱的一个观念，或者说很迷茫啊，就是也不知道怎么赚钱啊。你说让我多赚点钱，我也不知道怎么赚钱，那我就只能就是这样子，每个月发了工资之后呢，就规划一下，30天每天花多少钱，然后看看我那钱花完也就行了，感觉也挺轻松的啊。那种大公司大工厂你们也知道没什么压力啊，工资不低工资不高，没什么压力啊，感觉每天过得还挺爽的啊，过得
每年下了班之后呢，就是跟一帮工友啊，那就是也没什么活动啊，就是有时候就去打打游戏机啊，看看录像啊，喝点啤酒啊。大部分时候也没钱的时候，钱花完的时候，一下班啊8、9点下班，坐在路边的草坪上，就看着那车来车往，玛莎拉蒂啊、奔驰啊、宝马啊，我们心里有时候也在想一个问题啊，这些狗日的到底是怎么赚钱的？等一下，我开个灯。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会想说，也看人家那种有赚几百万、上千万那种啊，上亿那种，但是好像我们工作也很卖力啊，我们工作也很认真的、从小到大，老师也教我们好好工作啊，好好上学，好好考试，到时候毕业之后找份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想到，我说哇，那工作好像我们工作一辈子也赚不到那么多钱，也买不起奔驰啊，买不起宝马啊。那是出来工作好多年了，7、8年、10几年了，那还是月光，1分钱没有存下，到底怎么回事？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教我们应该怎么做啊。然后到后来，一直到做 YouTuber 之前啊，接触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理财的观念之前，那就是一个打工族，一个上班族啊。大家要知道，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啊，老师你们自己好好想一下，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有教过你怎么赚钱吗？没有吧？老师不会教你赚钱的，学校不会教你赚钱的，你们知道啊？老师如果知道怎么赚钱的话，他就不会当老师了，所以他自己也不清楚啊，对啊，所以我们也不要怪老师啊。这个世界是不允许大部分人都有钱的，是不允许大部分人都有很多钱的。你们自己好好想一下，哇，那在流水线干活的那些员工啊，每个人手上如果都有2个比特币，谁去干活啊？没人干活了。对不对？你们办公室那些白领天天被老板指着鼻子骂的，那些人手里如果有100个以太坊，他们会去上班吗？不用去想，不会去上。所以这个社会是不允许大部分人都有钱的。所以教育他不会教你怎么赚钱，教育也不会教你说，哎，怎么去被动收益啊，他只会教你说啊，他只会教你说，好好工作，好好上学，到时候找一份好工作啊，为社会做贡献。啊，当然这不是讲中国，不是讲中国是这样子的，全世界都是这样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他已经决定了你啊。但工作这件事，我之前视频都有讲过啊，他就已经决定，如果你选择工作这件事，就已经决定了，只能让你每天吃饱饭，有地方住啊，然后想发财不可能。因为工作这件事是不能让你发财的，我刚刚已经重复过了。产线的员工如果说每个人手上都有2个比特币，办公室那些白领如果每个人都有100个以太坊，那谁去干这些活？谁还在那待？没人工作了。所以一些比较前沿的理财或者是理财观，只能在自己业余的一些学习里边学习到。就比如说像我们的频道，就会讲一些类似这样的观念，可能你听1次2次，可能觉得哎你讲什么听不懂，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哎就是这样子的，对吧？那如果想学习这样的一些理财观念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前沿的赚钱思路的话，第一次来赶紧在底下订阅一下智慧的频道。我一开始做 YouTuber 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在想怎么赚钱。其实那时候我也在跟大家一样，一开始很迷茫，我也在迷茫。我当然在迷茫了，因为我那时候我也只是想分享一个自动点赞的一个代码而已。你让我去给你讲怎么赚钱，其实我也讲不出来的。所以一路走来，我也是边学习边跟大家分享，一直到现在。我在做 YouTuber 之前的2019年的12月10号之前，我负债26万到30万之间，16万的是借呗，信用卡差不多也有10几万啊。到今天，我钱已经还完了，而且身上还有很多，不说很多了啊，至少是说我出来工作这么久，今年1年赚的钱应该比往前的去年1年赚的钱应该比前面的10多年赚的钱都要多。就是你观念只要改过来，彻底改过来，真正改过来之后呢，你的钱慢慢就来了。
先跟大家讲啊，就是有个东西叫成长啊。我讲成长，这个就是完全针对于赚钱思路这块的一个成长，给大家讲一下啊。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一开始接触网赚的时候，对吧？你就都是在做一些刷视频呐，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刷视频赚钱呢，调研赚钱呢，点赞赚钱呢啊。如果你还是在做这些赚钱方法的话，那么恭喜你，你其实已经成长了一部分了，成长了第一步了。你已经比在产线干活的那些人啊，比在办公室天天加班那些人，已经成长了一部分了，已经成长了，对，成长了一个台阶了。当然，这个是必经之路，但不是最终之路。点赞、调研赚钱，刷视频赚钱，这种只能让你赚一些小钱，想赚大钱一样不可能。但是你已经懂得利用网络去赚钱，恭喜你，这是第一步，你已经迈出来了啊。很多人他还是在办公室加班工作，这种他就是一直没有出来嘛，那你已经出来了，好吧，恭喜你，你已经出来了。然后呢，第二步是什么？第二步就是一些挂机赚钱的挂机赚钱，就要比点赞、调研、刷视频要再升一个档次啊。挂机赚钱总来说是被动的，所以那个时候像我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小蜜蜂，大家有可能看到我之前的视频，我也买了很多手机啊，30-40个那种手机啊，做一个工作室，然后就挂小蜜蜂赚钱。对，所以我也经历过，我也点过赞，我也到挂机的，到挂机赚，因为我那时候对挂机我也深信不疑啊。我说，哇，那这一个手机一天可以赚5块钱，那我100个手机每天不是可以赚200块钱？哇，那很不错啊。然后那时候我就拼命的买手机，买了30-40个手机，然后就每天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翻一下我之前的视频，有一个专门是1分多钟的，就是我的拍的我们那个所谓的工作室的一个视频，就是挂了很多小蜜蜂在赚钱啊。当然挂机赚钱是比做调研跟点赞赚钱升了一个档次，但那只是到第二个档次，这些东西都跟被动收益没有任何关系。真正能让你实现财富自由，真正能让你赚到钱的一个东西就叫被动收益啊。我之前在视频里讲过，我有介绍过对我影响最大的3个 YouTuber， 在前面的视频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啊。里边有一个叫艾尔文的，他确实影响到了我啊。那我到后来，你现在如果让我现在再回过头来让我去做挂机，让我做调研，我不会做，我肯定不会做啊。因为可能你现在回想起来自己1年多2年的一个时间，自己确实成长了很多。因为只有真正的一些被动收益，才能够让你真正财富得到一个累积。什么叫被动收益？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你上班，你上1天班赚1天钱啊，就如果你不上班就没有钱，这叫主动收益。那我今天我拍一个视频，或者说我做一个被动收益的一个项目，我前期累积下来做上1年或者2年，哪怕前面1分钱不赚，往后的日子就算我什么都不做，我都有钱拿，这就叫被动收益啊。到后来我有深刻理解到被动收益这个项目之后呢，其实那个时候观念已经改过来了，观念已经改得非常非常的一个大，就是说当你知道被动收益的真正含义之后，你在选择一个项目的时候，你就会做抉择，这个项目我做还是不做，我到底要不要做这样的一个项目。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懂了啊，其实也就是简单的分辨一下被动收益跟主动收益嘛。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我投资的一些项目，我做的一些东西都是在被动收益的前提下我才会去做的。比如说我做谷歌 Adsense， 我拍了很多期视频，一直在给大家强调谷歌 Adsense 的一个优势和好处。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中间领悟到一些东西啊，我也是希望大家都有一份这样的一个被动收益。我的谷歌博客我基本上不用去管它，它每个月光博客会给我带来$2000左右的一个收益啊。接下来我还会持续的拍谷歌 Adsense 相关的一些视频，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底下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视频。那我们的 YouTube 我会持续来更新视频嘛？那我更新视频，我今天拍好这个视频，我放在 YouTube 上啊，就算我往后我什么都不做，每天只要有人看，我就会有收益。比如说我在上周的时候，我跟几个小伙伴去了拉萨
去拉萨之后呢，那我在拉萨我的路上我也拍了视频，那路上我玩的路上我休息时间拍了视频，往网上一放，只要有人看我就会有钱，这个就是被动收益那我另外2个小伙伴他是一个工薪阶层的，他们请假出来跟我玩，他们没有收益，他们不仅没有收益，他们还要去承担那个请假被扣工资的一个事，这个就是差距。我说你们出来跟我玩，对吧？你们出来陪我跟我一起出来玩，那我在赚钱，你们就要扣钱，这个就是被动收益跟主动收益的一个区别。你们要知道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没有被动收益的话，你就要工作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对，那你如果不工作了，你就没有钱了。那你一个人你能工作多久？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你的体力不如以前了你的脑力、你的身体各个状态都不如以前了。所以我在上期拍了一个视频，叫做问一下自己45岁之后要做什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底下点链接，可以去看一下。你要想一下自己45岁之后要做什么45岁之后，现在面临被公司裁掉、被公司开除之后你能做什么？很多人把一生都兢兢业业的奉献给这份工作上，那如果说你被公司开除，你要做什么？好好想一下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很多公司现在不是做慈善的，他就是到时候一些老员工他就要裁掉，不裁的话，第一个他薪资很高，做事效率不高，再一个还要承担他往后如果说在公司得了病或者直接就猝死了，他要承担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公司都喜欢用一些新员工，不喜欢用一些上了年纪的，像我们这种老员工，对吧？那讲这么多，哪些是被动收益呢？其实我们的频道有很多东西全部都是被动收益包括做 YouTuber 做自媒体也是被动收益。对，我们的视频拍好之后在 YouTube 上传之后呢，得到一些点击和分享之后呢，就会有收益。对，那只要今天不上班，我今天不拍视频，我一样会有钱，这个就是被动收益。所以每个人都要手上要有一份自己的一个被动收益具体做什么可以在我们的频道里自己去翻一翻，去看一看，相信你会得到更多的一些启发另外呢，我要给大家给我们所有还在每天为钱在挣扎的一些朋友一些小的建议希望大家也听一下，毕竟我也是过来人首先呢，我要非常肯定的一点我在 YouTube 1年多2年时间，我现在只要打开那些抖音还有就是快手之类的，就类似这种短视频，我看3个我就想吐，我就恶心，并不是说内容恶心，我是说觉得那个东西真的太没有营养了，简直就真的是浪费我的时间就是很无聊，就是感觉那些视频做出来就是来消耗你时间的，消耗你的精力的没有任何营养可言。所以呢，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刷抖音上，那个玩意儿是有毒的。你一直刷，时间过去了，一直刷，时间过去了那过1年之后2年之后，你还是你没钱还是没钱。我现在呢总的来说不缺钱了就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天天还要为钱去考虑这个考虑那个。我现在出去玩，我不用考虑花多少钱了。就像上次去拉萨在路上我都在想，真他妈的有钱真好那如果放在以前，天天工作出来的时候还要考虑说，这个月出来这么久，那出去工资又少了，下月钱应该怎么办？家里还要房贷车贷，老婆要花钱，小孩要花钱，小孩的学费之类的。那我现在出去就不考虑这些了，完全不考虑了我就想着有钱真好所以大家做一些有意义的有被动收益的一些项目那这里具体是什么，我们频道都有，大家可以去翻着可以去看一下第二个建议，很多人喜欢发鸡汤嘛，发些心灵鸡汤嘛很容易被一些网上所谓的一些段子感动看完之后好感动讲的好。我跟你们讲，很多东西那种东西都是毒鸡汤他讲都是废话。
你听着非常有道理，非常感动，非常感人，但是听完之后屁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对你没有任何帮助。哎呀啊，讲得好对哦，哇，好感动哦。然后感动完之后呢，你得到了什么变化了吗？尤其是网上现在我们国内的，我不是抨击我们国内的一些平台啊，有些东西真的是听起来真的是让人无语啊！我非常不喜欢国内的一些所谓的讲话套一环套一环，一路套一路，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把视频看完。还有一些讲一些很煽情的一些东西，穷人的眼泪不值一分钱。不要去问那些所谓的讲的非常好的，哇，点赞，哇，很认同你，天天看，看了1年半年2年之后，一点屁用都没有，一点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什么啊，郭德纲给自己儿子的一封信啊，给自己还有什么啊，人生是什么？我跟你们讲那句话，你们不要觉得难听，忠言逆耳，知道吗？不要天天去看这种没有用的东西啊，知道吗？你现在就只有一件事，就是搞钱，就是赚钱啊，跟赚钱有关，跟做被动收益有关的东西就去做，就多花时间去做，知道吗？不要天天想着就是跟别人啊，天天羡慕别人啊，别人多有钱，哇，别人多厉害，光羡慕别人有什么用？对不对？你要想办法自己去搞钱，自己有一个适合自己的项目，适合自己的一个被动收益的项目，这才是重点的，知道吗？你要想办法比他们更有钱，不是天天去羡慕别人，跟着别人去感动，去做一些让自己消耗自己体能、消耗自己时间、消耗自己精力的一些事情。没有人会讲这些话，我今天把这些话讲出来，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每天花个3分钟时间静下来，闭着眼睛问一下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如果没有钱，就想办法去做钱，去弄钱，被动收益多去做，不要老是听一些国内的一些国内不会有人教你怎么赚钱的。我都讲过了，这个社会不需要太多有人钱，不需要太多有钱人，你们要搞清楚，不需要有太多有钱人。所以大部分舆论不是教你赚钱的，他们不会教你的，只能靠你自己去学一些偏门，不要错过任何一个别人给你讲让你赚钱的机会。我讲这些，我其实是打心里真的非常非常希望大家能够从自己那个圈子跳出来啊！真的从那个圈子跳出来，不要永远的停留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边，天天就是抖音刷一刷，王者荣耀打一打啊，快手刷一刷，头条翻一翻，哇，今天这里又着火了，哇，这里2个人明星又吵架了，哇，明星又离婚了，哇，那个郭德纲给儿子一封信写的好好哦，哇，一年到头来，自己还是1毛钱都没有。过年的时候不心酸不心寒吗？你现在可能还是单身，对不对？你觉得还好了，够花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你毕竟还要有家庭，等你真正需要钱的时候，等你真正结婚之后有小孩之后，小孩没有钱买奶粉，老婆想去月子中心没钱，小孩生病了没钱去看病，我看你怎么办？每个人都要给自己心里要有一个紧迫感。你们现在如果没有感觉到压力，就是因为你是温水里的青蛙，感觉还挺舒服的。温水里的青蛙知道吗？就是你在一个锅里倒一半锅水，把一只青蛙放里边，青蛙觉得没事，它也不跳，有水它不怕水。然后你慢慢开始烧火，一开始火比较小的时候，那个水变成温的了啊。当水开始烧开啊，开始烫的时候，青蛙想跳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永远不要做温水里的青蛙啊！你一定要去挖掘一个自己能够去做的一个项目。我说让你做 YouTuber， 让你做自媒体，你说你做不了，那你就去想一下，国内还有哪些被动收益的一些项目可以去赚的，可以去做的，也可以去做，对不对？哪怕你去投资定投一些数字货币，也是有希望的。光上班是没有希望的，总有一天你会被这个世界淘汰。等你45岁的时候，想过没有？等你45岁的时候，你被公司裁掉，你要做什么？
这个问题我今天问第2次啊。很多人觉得啊，我长得又不帅，对不对？我长得又不帅，又没有什么才能，我长得又不对啊，又没有什么技能，我怎么去做 YouTuber？ 那你们觉得我是帅呢，还是有才能，还是怎么样嘛？给大家这样讲啊，网上这些做主播的啊，这些做博主的，基本上分2部分。第一个就是偶像派，哇，长得漂亮，长得帅呀，对不对？那国内那种啊，虽然说现在也有美颜啊，也有什么，但是人家底子也好啊，年轻啊，长得也帅。那第2种呢，就是实力派啊，那确实是有东西，人家是某个专业的啊，某某专业给你讲某个专业呢。那我呢，就属于是第3种啊，第三种是什么？第一个是偶像派，第2个是实力派。我呢就属于体力派。体力派是什么？就是对啊，2个都没有，颜值也没有，才能也没有，我只能靠体力，只能靠自己多勤劳一点啊，多学点东西，跟大家多分享点东西，我只能靠这一点啊。所以我是属于第3种啊。刚开始做主播做 YouTuber 的时候啊，就是我朋友都说哇，智慧都去做主播当 YouTuber 了，现在当主播的门槛这么低吗？啊，确实挺低的啊，连我都来做了。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啊，就是还是想让大家尽快的从自己的那个舒适圈里跳出来啊，这个跟钱相关的东西不要关注太多东西。不要关注天天被这个啊感动一下，被那个短视频啊感动一下，被那个是啊女明星啊怎么了啊，那个谁又离婚了，跟你有个屁关系？你一个穷屌丝，天天关心这个东西干嘛？啊，你家里有个10万8万的存款啊，也还好了。你有10万8万存款吗？如果没有的话，对不对？你家里你爹那一代给你留下来多少房产，天天收租，哎，你天天刷抖音也没人说你。但是我相信看我们频道的人90%到95%都是没钱的，有钱的人关注我干嘛？那你没钱就要去赚钱，怎么赚？把今天视频再看一遍。大家一定要有种紧迫感。我现在到今天才来给大家讲这些，就是因为我在20几岁的时候，没人给我讲这些啊，你知道吗？那时候没人跟你讲这些，那大家都是让你啊好，包括我父母也是跟你讲说，哎，好好工作啊，听领导的话，对，在单位跟同事搞好关系，哎，跟同事搞好关系。现在我给你们讲一下我现在状态啊，我在单位里边现在跟大部分同事是不讲话的啊，是没有什么沟通的。我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要离开这些人群，基本上1年多2年时间了，我没有在这个群体里就是跟他们大面积去沟通啊，我觉得有点浪费时间。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坐在一个小的一个会议室里边，每天我都是一个人。我觉得这样的话，第一个可以让自己静下来，第二个就是可以给自己形成一个独立思考的一个习惯。很多事情我不喜欢商量啊！你们谁也别来教育我啊！你谁也别来影响我啊！你也别想着说做我的什么人生导师啊，做我的什么生活导师啊！你过得都没我好，你导我干嘛？你拿什么导我？对，我觉得我自己这一套是 OK 的啊，我自己这个观念是对的，我自己这套观念是正确的，因为我用我自己这套观念，我已经改变了很多啊，就是我的生活改变了很多。我在有这个观念之前跟之后的区别其实非常明显。那一个就是有钱，一个就是没钱嘛。我虽然现在不是说有多有钱，至少我现在啊，我做任何事情我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了。但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以前做任何时候都要去考虑一下，甚至于说去吃一个炒粉都要看一下能不能加个蛋。大家不要笑，我讲这些都是实话，对不对？有钱的时候你看所有人都是从上往下看的，没钱的时候你就像一个大树底下的一个猴子一样，往上看全是屁股。当你慢慢爬到顶的时候，你往下看全是笑脸。你发现之后，你生活之后，你的生活状态改变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周围的人好像好人很多了。当你生活不好的时候，你周围全是坏人。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是经历过从产线干活，我以前
第一次进公司就是进工厂，就是在流水线干活。你们知道流水线吗？就是可能每天锁一个螺丝，锁一个螺丝，锁一个螺丝。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计件收费，每天做多少个就是给多少钱，一个1分、2分、3分，就这样子的。那个时候你在那样的环境下是不会有人来教你什么被动收益啊，就算有人教你，你也觉得那人是骗子。你说啊，赚钱不就应该是每天就是干活吗？对啊，那想赚多点就是加班呐，再多一点就是等老板说年终奖发多一点，奖金发多一点，或者是每年加工资的时候给我多加50块，多加100块这样子。那时候的观念就是赚钱就是这样赚的。所有人给你讲的一些让你赚钱的一些新观念，你都认为是传销。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今天呢，就突然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因为我发现我们的微信群里还是有很多小伙伴天天在做一些，就是其实还好了啊。我觉得我们能在微信群里，能进群里边讨论这些话题的人，最起码都是已经迈出一步了。你们已经比那些在办公室里在流水线干活的人已经迈出一步了啊。迈出第一步容易，往后迈就比较难了。就比较难了。那要怎样才能有比较高的一些格局跟一些观念呢？那就是赶紧订阅一下知乎的频道啊！以后我们就多聊多沟通，我把我这边有的东西学到的新东西全部都交给你啊！相信我，这一条路是正确的啊！我们频道又不卖教程，又不收你1分钱，对不对？我们讲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一个屌丝到最后变得不屌丝的一个，也不敢说多成功吧。就是不屌丝的一个转变，必须要经历的一些东西，必须要经历的一些思想变化和一些观念的一些转变。那你订阅这些，那刚好适合你啊！那如果你不是屌丝，那就不用订阅了。开玩笑了啊！今天呢就一口气给大家讲这么多啊，这个视频也不剪辑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频道非常感谢大家这么久以来的支持啊，我们也是。能走到今天也是被逼的啊！很多人把做 YouTuber 当做一个兼职，说佛系一点，能走多远走多远。我不行，我在做 YouTuber 之前，我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啊！那如果说那个时候再没有一些其他收入或者被动收入的话，我在2019年12月往后的下个月，我就要想一件事，就是我去哪个银行再办一张信用卡。然后就可以多倒几天，那时候已经来回倒，已经倒不过来了啊！刷信用卡并不是为了什么投资什么的，就是为了生活都过不下去了，就是已经没有钱生活了。那个时候，对啊，所以听说这里可以赚钱，我就来试一试啊！试完之后，我觉得感谢那一次的尝试。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啊！反正也走这么久了啊，也希望大家如果说也是目前过得不好啊，我今天讲这些都是心里话，我相信对大部分人是有用的啊，因为我们的频道我也看过了，基本上都是来赚钱的啊，想赚钱的，那就是钱不够花嘛，钱不够花就赚钱嘛啊。总结一下几个小建议啊，第一个，去弄一个被动收益的一个项目啊，什么是被动收益？具体一点啊，建议大家就是去做一个自媒体啊。如果觉得门槛比较高，做不了，用闲钱啊去买一些排行前10的数字货币啊，定投一下，不要买太多，每隔段时间买一点啊。这个可能也是你唯一的一次转身机会，因为你做实业、做工作，现在想翻身。基本上不可能了，我现在看到很多我一个朋友开餐厅的啊，几个都是干不下去了啊，工作啊，那就只能这样子，工作就只能让你吃不饱饿不死啊，让你有钱赚啊，让你看起来一个很体面的工作啊，再体面也是工作，对吧？受各种各样的一个约束，天天看老板脸色，每个月就拿那点钱啊，那就是讲到底，最后还是要自己干，还是要自己弄啊！我也不可否认，我们频道到今天，你让我再来一次，我可能也没个勇气。一开始确实很难，
相当难。而且我再来一次，可能也不会到今天这个规模啊。虽然现在也不多，4万多，我相信今年可以到5万，明年目标就是到15万、20万啊，到10万也行啊。所以呢，也希望你动起来啊，你动一下才有机会，不动天天想、天天弄，一点机会都没有啊。那今天就讲这么多废话啊，视频也不剪辑了。那我们就这样啊，还没订阅的，如果第一次来，订阅一下智慧啊，我们往后一起学习，一起沟通，一起交流啊。底下有我们的微信群，还有其他群，大家可以在群里平时也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赚钱的事嘛，好吧？那今天就到这边，我是智慧，拜拜。